大家好，相信今年的春节长假，有无数大众在过去的假期里拖家带口去各大热门景区体验了一把人山人海。大家回到家，看看干瘪的钱包，看看手机里拍的山水照片，可能还在安慰自己，觉得花钱买到了快乐，放松了身心，觉得人生就该去看看世界。但今天我要向各位揭开一个极度残酷、极度冷血的商业真相，在顶层资本和景区操盘手的眼里，普通大众根本就不叫游客。你进入景区的那一刻，你就是一个被精准计算、被重重设卡、被反复榨取剩余价值的流动提款机。你以为你在欣赏风景，实际上你正在经历一场完美的商业围猎。今天我们要用最真实、最刺骨的财务数据，从头彻底解剖中国10个最赚钱的旅游景点。既然要看透本质，我们就必须用冷冰冰的数字说话。我们要看每一个地方每年到底接待多少人，综合收入到底有多少，折合到每天、每小时，到底有多少万人民币的真金白银落入他们的口袋。我还会清楚地告诉你，一张门票是多少人民币，让你对这种降维打击的收割力度有一个最直观的概念。看完本期长视频，你以后再去外地游玩，你眼中看到的将不再是单纯的高山流水，而是一门门极度精密、极度无情的高维生意。你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地方拼了命也要搞旅游开发。首先，出场的是排名第10的印钞机——湖南张家界。无数人天真的以为，去名山大川爬山，无非就是买张门票进大门，然后靠2条腿走完。张家界用极致的切香肠模式，彻底打破了常人对旅游收费的认知。我们来看一组极度震撼的数据。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一年的游客接待量轻松突破500万人次，而整个张家界市的年度游客接待量超过了4000万人次。我们就拿核心的500万人次来算账。武陵源的大门票是人民币227元。很多人交了这227元，以为就能畅游整座大山了。大错特错。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一座又一座几乎垂直拔地而起的奇峰怪石。依靠人类的双腿，你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游览。此时，张家界的超级收割网络就正式启动了。你想上天门山看那个著名的那个洞口，请单独交大门票和索道费，人民币278元。你想坐那个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百龙天梯直达山顶，单程人民币65元，往返130元。你想走大峡谷玻璃桥测试一下胆量，交钱人民币125元。你想坐天子山索道，单程72元。你想去黄石寨，索道单程65元。你想去杨家界，索道单程76元。你想在景区里坐个小火车，38元。发现问题了吗？
张家界根本不是在卖门票，他是在整座大山的每一个交通咽喉要道上全部设立了收费站。一家3口去一趟张家界，把核心的交通工具和主要门票刷一遍，2-3千块钱人民币瞬间蒸发。你以为你买的是风景，其实你买的是免于肉体痛苦的过路费。我们来算一笔账，500万核心游客，每人平均在各类门票和交通工具上留下800元，这就是整整40亿人民币的直接现金流。折合下来，每天睁开眼就有超过1100万人民币的纯现金掉进各个收费站的口袋。为什么张家界会形成如此恐怖的割裂式收费？因为这座山背后的利益主体太多了。百龙天梯是民营资本修建的，人家要收回成本加倍赚钱。天门山索道是另一波资本控制的。张家界旅游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手里真正捏着的只有环保客运车和少部分索道。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大山每天都在疯狂印钞，但游客体验极差，觉得处处被宰，而张家界的上市公司前2年甚至还连年亏损，甚至被戴上了 ST 退市风险的帽子。因为他拿赚来的钱去搞了一个投资20多亿人民币的大庸古城，结果一天只能卖出10几张票，变成了巨大的资金黑洞。但无论资本内部如何博弈，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张家界的赚钱逻辑依然是无可匹敌的。他依靠老天爷赏饭吃的绝版自然资源，实行绝对垄断，用物理空间的阻隔强迫你不断掏钱。每天1000多万的过路费收入，让他稳稳坐在中国最赚钱景区榜单的第10名。接下来第9名，福建武夷山。如果说张家界赚的是简单粗暴的肉体过路费，那么武夷山玩的就是更高维度、更具摧毁力的套路，文化洗脑加高净值带货。武夷山主景区门票，加上必须乘坐的观光车，再加上极具特色的九曲溪竹筏漂流，套票价格在人民币225元左右。每年去武夷山旅游的总人数大约在1500万人次上下，进入核心看山水的也有几百万人。光是靠这225元的基础门票和交通费，每年进账也是10几个亿人民币。但各位千万要注意，在武夷山的真实商业版图里，这10几个亿的门票收入仅仅只是用来覆盖运营成本的零头。武夷山真正恐怖的印钞机是一片神奇的树叶、大红袍以及整个武夷岩茶产业链。去武夷山旅游只是一个巨大的流量漏斗，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筛选出拥有极高消费能力的客户。我们来看看一个普通游客是如何被一步步榨干的。白天你坐上了九曲溪的竹筏，称筏的艄公一路上不仅会给你讲各种传说，还会疯狂给你植入关于大红袍如何神奇、如何珍贵的概念。到了晚上，导游会把你带去看一场由张艺谋团队打造的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单张门票人民币238元。这场演出场面极其宏大，360度旋转看台，一年能演几百场，场场爆满。当你坐在那里看完演出，你的大脑里已经被彻底刻下了来武夷山必须喝大红袍，不喝等于白来的思想烙印。第二天，导游或者包车司机就会顺理成章地带你走进街边大大小小的茶庄。
在这个地方，茶叶根本没有标准定价，几千元一斤的肉桂、水仙，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一斤的顶级大红袍，包装的极度奢华。老板泡上一壶，跟你大谈特谈什么叫岩谷花香，什么叫正岩核心产区。在那种极度浓郁的文化氛围烘托下，大量游客会产生极强的身份认同感和消费冲动，随便买上几盒，几千上万块钱就刷出去了，客单价瞬间被拉爆到了一个令人啧舌的高度。武夷山每年的旅游综合经济收入，加上茶产业的直接产值，轻松突破300亿人民币。30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年365天，每天有一笔将近8200万人民币的巨款在这个地方疯狂流动。景区用天然的绿水青山把你吸引过来，再用一套无懈可击的茶文化故事把你彻底洗脑，最后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把你口袋里的钱掏空。用旅游作为排头兵，带动地方暴利产业，达成天衣无缝的商业闭环。这种降维打击的商业模式，让武夷山排在第9位，无可撼动。第8名，四川九寨沟。中国民间有一句传唱度极高的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这就叫做绝对的自然资源垄断。在水景这个细分领域，九寨沟在国内没有任何竞品可以替代，它拥有绝对的定价权。我们来看九寨沟极其强悍的数据。九寨沟景区为了保护生态，同时也是为了制造极度稀缺的饥饿营销效应，规定每天的游客承载量上限是41000人。在旅游旺季，比如暑假、国庆或者刚过去的春节，这41000个名额天天秒空。九寨沟的大门票是人民币190元，观光车票是90元，总共280元。请高度注意，这90元的观光车票在本质上属于强制性消费。为什么？因为九寨沟内部的地形是一个巨大的 Y 字形山谷，游览线路总长度超过50公里。你如果想只买190元的门票，靠2条腿走完，除非你是铁人3项的世界冠军，否则你第一天就会累倒在半路上。每年去九寨沟的游客稳稳超过500万人次，500万人乘以280元，这就是14亿人民币的基础过路费，没有任何悬念，款项直接入账。但这依然不是九寨沟真正的吸金底牌。九寨沟最大的商业杀手锏，反而在于它极度偏僻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川西北的高原山区，在过去交通不便，即使现在有了高铁和高速，它依然远离所有的大型城市集群。你只要去了九寨沟，你就等于一头扎进了一个彻底封闭的消费内循环系统。你不可能当天往返成都，你必须在当地住宿，必须在当地吃饭。在九寨沟沟口的张扎镇，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密密麻麻开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店和餐厅。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价格是由极度不平衡的供需关系决定的。在旺季，一家毫无星级服务可言，甚至连热水都不稳定的快捷客栈，
一晚上的房费可以轻松飙升到800、900甚至上千元人民币。一顿普通的毛血旺或者回锅肉，价格是外面大城市的3、4倍。你嫌贵？对不起，方圆几十公里就这么一点接待能力，你不吃不睡，只能露宿街头。全县70%以上的居民和外来打工者，全部围绕着这一个景区讨生活。整个九寨沟县每年的旅游综合经济收入直接逼近100亿人民币。一年100亿，意味着在这个偏僻的山沟沟里，每天有将近3000万人民币的财富在疯狂换手。九寨沟根本不需要搞任何花里胡哨的商业创新，老天爷赐予的不可复制的绝世美景，加上地理位置带来的食宿绝对垄断权，就足以让他每天躺着狂赚3000万。这种蛮横无理但又让你无可奈何的赚钱能力稳居第8名。好，前面的3位选手张家界、武夷山、九寨沟，他们再怎么厉害，归根结底还是靠老天爷赏饭吃。如果没有那座山、那片水，他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接下来的第7名将会彻底颠覆你对旅游赚钱的认知。他向所有人展示了什么是人类商业控制欲的顶峰，什么是用现代企业制度榨干游客最后一滴血的终极手段。第7名，浙江乌镇。江南水乡那么多，周庄、同里、西塘，到处都是小桥流水人家，凭什么乌镇最赚钱？凭什么无数中产阶级对乌镇趋之若鹜？大众去普通的古镇，通常觉得就是买个几十块钱的门票进去，逛逛嘈杂的商业街，吃2串街边烤鱿鱼，买点义乌批发来的劣质小商品，然后打道回府。乌镇彻底推翻了此种低级逻辑。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现在最核心的西栅景区加上东栅的联票，价格是人民币190元。每年去乌镇接待的游客数量大约在800万人次左右。单是卖门票，乌镇一年就有大约15亿人民币左右的纯现金流。而乌镇背后的旅游开发公司，每年的真实综合营业收入极其稳定地保持在20亿到30亿人民币之间，折合下来，每天进账超过600万到800万人民币。他是如何做到从众多水乡中脱颖而出，并且如此暴利的？答案极度冰冷，买断产权，实施集权垄断。当年乌镇的操盘手陈向红做了一项在当时看来极其不可思议，甚至被无数人指责的冷酷决策。他动用庞大的资金，把西栅景区内所有原住民的房屋产权全部买断，把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原住民全部迁走。然后他建起高墙，把整个古镇彻底封闭起来。里面的每一栋房子、每一家酒店、每一间民宿、每一个餐厅，甚至每一条摇橹船，全部归属乌镇旅游公司唯一所有，统一规划，统一经营。这是一种何等恐怖的商业控制力！你在乌镇里面看到一家充满温情的民宿，老板娘热情地招待你，给你端上一盘土豆丝。你以为你住在当地人家里体验风土人情？你
你以为那1500元人民币1晚的房费交给了老板娘？大错特错。那个所谓的老板娘根本不是房屋的主人，她只是乌镇旅游公司招聘来的打工人，或者是签订了极其严苛合同的承包商。他给你炒菜用的土豆是公司统一采购配送的，你睡的床单被套是公司每天统一收走清洗的，甚至连那一盘番茄炒蛋在菜单上标价多少钱都是公司统一规定的，谁敢私自涨价或者降价抢客，立刻卷铺盖走人。此举直接在源头上消灭了中国所有景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恶性竞争和低价宰客。因为里面只有老板，那就是乌镇公司。乌镇赚的根本不是单纯的那190块钱门票，他赚的是极度高昂的过夜费、餐饮费。通过绝对集权的管理，乌镇把一个破败的普通村镇变成了一座管理极其精密、服务极其标准化，但价格极其昂贵的超级豪华度假酒店综合体。在这里，一晚住宿动辄2000元起步，旺季一房难求。这还没完，乌镇完成了对旅游业态的跨位升级。他发现只赚普通游客的钱不够狠，于是他搞出了乌镇戏剧节，把全国最有消费能力、最容易被情绪价值买单的文艺青年全部吸纳过来。他拿下了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让全国的科技大佬、顶级投资人每年都要来这里开会、住宿、消费。从赚普通人的门票钱，到赚中产阶级的度假钱，再到赚顶级富豪的会务钱。乌镇把一个自然景点完全改造成了一家现代化的商业帝国。这种极致的精细化榨取模式，让乌镇稳稳拿下中国最赚钱景点排行榜的第7名。刚才讲完了前面4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名山大川和买断古镇再怎么暴利，好歹也有真实的风景和古建筑摆在那里，收钱也算有个由头。那好，接下来出场的第6名、第5名和第4名将会彻底撕碎你对旅游赚钱的底层逻辑。他们早就脱离了靠天吃饭的低级趣味，不需要几万年的地壳运动，不需要几百年的历史沉淀。他们直接把人类的心理弱点、信仰需求和亲子焦虑转化成了完美无缺，甚至让你主动排队送钱的商业收割机。我们直接来看排名第6的超级印钞机——杭州宋城。去杭州游玩，导游看完西湖之后，100%会极力推荐你去宋城。你走到大门口一看，城楼高耸，街上全穿着古装的非玩家角色演员，抛绣球的、打铁的、卖武大郎烧饼的，你觉得非常有意思，认为自己深度体验了一把大宋文化，几百块钱花得值。但在资本大佬的眼里，你根本不是在体验文化，你只是一个被精准计算的流量数据。宋城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古迹，它本质上是一个披着假古董外衣的超级露天大剧院，是一条工业化生产快乐的流水线。宋城背后的公司叫宋城演艺，这家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极其响亮的外号，叫旅游界的茅台。为什么叫茅台？因为它的毛利率高得极其反常，常年保持在65%到70%左右。中国绝大多数苦哈哈收门票、搞基建的自然景区，看到这个利润率都要馋得双眼发红。
我们用极其精确的数字来扒掉它的底裤。杭州宋城的主力门票，也就是那张包含宋城千古情演出的通票，标价是人民币320元。杭州宋城单个景区一年的游客接待量轻松突破1000万人次。每年宋城演艺的营业收入能达到20到30亿人民币左右。20多亿的营收，70%的毛利，折合下来，这个甲骨镇每天睁开眼睛就有将近600万到800万人民币的纯现金流水滚滚而来。他是怎么做到如此暴利的？核心秘诀就是4个字：工业量产。你去别的大型主题公园，过山车、摩天轮、跳楼机、重型游乐设备的采购成本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每天的电力消耗、特种设备维护保养、安全检查成本极高，而且折旧极快。但宋城里面有什么？几栋造价极其低廉的仿古建筑，几条卖烤肠和小商品的商业街。它真正的核心产品就是那张320元的宋城千古情演出票。这场号称给我1天还你1000年的演出，是一条标准化的娱乐流水线产品。灯光、舞美、剧情全部是经过大量数据测试、精心计算过情绪起伏的。最好笑的是，连舞台上的演员动作都是高度标准化的。在旅游旺季，比如我们刚刚过去的2026年春节，这场演出一天能连轴转的上演10几场甚至20场。一个剧场能同时容纳几千人，底下的观众一波一波的换，台上的演员就像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疯狂输出。大家算一算这笔账，一场演出3000人，每人320元，一场就是将近100万人民币的流水。一天演10场就是1000万人民币。而剧场演出的边际成本极低，剧场已经建好了，灯光音响是固定的，多进一个观众，对于宋城来说，几乎100%全是纯利润。更狠的是，宋城演艺把这套极其成熟的商业模式直接复制粘贴到了全国各地。三亚千古情、丽江千古情、九寨千古情、桂林千古情，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把当地的历史故事往工业流水线里一装，再造一个建造成本极低的甲骨镇，继续卖300多块钱的门票。无数大众以为自己在欣赏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其实只是在消费一件被资本包装好的工业量产商品。靠着这种轻资产、高毛利、可无限复制的演绎模式，宋城把大众的腰包套得干干净净，稳居中国最赚钱景区榜单第6名。好，感受完工业化收割，我们来看看第5名。这是一个你绝对不敢给差评，甚至去了之后还要满怀感激的主动往功德箱里塞钱的地方。第5名，浙江普陀山。中国有无数座名山，但佛教名山和风景名山在商业变现的逻辑上完全是天壤之别。普通景区面临的最大痛点是什么？是复购率。去过一次长城，10年内你大概率不会去第2次；去过一次张家界，你早就走得双腿发软，发誓再也不受那份罪。
但普陀山彻底免疫所有传统景区的痛点。它掌握着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商业模式之一——信仰订阅制。普通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价格是极其敏感的。一瓶矿泉水卖10块钱，一碗面条卖50块钱，游客都要发个朋友圈痛骂景区黑心。但在普陀山，价格敏感度这个词是被强行抹除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了几十块钱的门票或者几百块钱的香火钱去跟大慈大悲的菩萨讨价还价。讨价还价，那就是心不诚。普陀山是一座海岛，这就赋予了它第一层无敌的垄断属性，交通绝对垄断。你必须坐船才能上岛。到了岛上，进山的大门票，旺季是人民币160元，淡季是120元。朱家尖到普陀山的往返船票大约是人民币60元。这只是你踏上这片土地的基础入场券。普陀山有3大核心寺院：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每个寺院还要单独收取人民币5元的香花券，也就是小门票。进了寺庙，你总得烧香拜佛，对不对？你总得请个法物，买个手串，对不对？你总得往功德箱里放点现金，对不对？这套标准流程走下来，每一个人的客单价极其惊人。普陀山每年的游客和香客接待量超过1000万人次。前几年，普陀山背后的旅游公司甚至一度排队准备在 A 股上市。当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里，那耀眼的营收和利润数据，直接让资本市场看傻了眼。光是卖船票、卖大巴车票、卖索道票，一年就能疯狂吸金10几亿人民币。如果把岛上的住宿、餐饮、法物销售以及周边庞大的禅修产业链全部加起来，普陀山的综合经济体量远超100亿人民币。折合到每天，有将近3000万人民币在这座面积不大的海岛上产生交易。但普陀山最恐怖的赚钱能力来源于我刚才说过的信仰订阅制。大众去普陀山求事业、求姻缘、求子、求财。民间有一条极其强大的潜规则，如果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必须连续3年去普陀山还愿。各位仔细拆解一下这个逻辑，到底有多么无解，多么厉害。如果你今年去了，明年愿望没有实现，你会觉得是自己心不够诚，或者时机未到，你明年大概率还要去拜。如果你实现了，好，你不仅要连续3年去还愿，你还会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并且你会满怀感恩，花钱比第一次更加大方，捐献的功德必定翻倍。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商业涌动闭环。普陀山根本不需要像其他景区那样天天花大价钱在各个平台打广告、做营销、搞促销。几千年的观音文化沉淀，让它拥有了海量的、极其忠诚的且自带极高付费意愿的超级流量。只要人类对未知依然存有敬畏，只要大众对美好生活依然抱有渴望，普陀山的码头永远都会排起长龙。这种无视经济周期波动、无视但忘记规律的降维吸金能力，排在第5位，绝对实至名归。接下来，
排在第4位的，可以说是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粉钞粉碎机。第4名，广东长隆度假区，包含广州长隆和珠海长隆2个超级巨无霸。如果说普陀山拿捏的是成年人对命运的敬畏，那么长隆拿捏的就是中国无数中产阶级父母最大的软肋——小孩子。在中国，一个中年男人可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1000块钱的外套，一个中年女人可能购物车里的护肤品放了半个月都没付款。但是，只要是给小孩子花钱，只要是为了小孩子的笑容，父母的眼睛往往眨都不眨一下。长隆的操盘手极其精准地洞悉并且放大了这一点。它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园或者游乐园了，它是一台经过精密计算的亲子钱包压榨机。你以为带全家人去长隆是看动物的吗？不，去长隆是去体验什么叫拿钱换尊严，什么叫拿钱买心安。长隆的门票极其昂贵。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单人门票在人民币300到350元左右，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门票在人民币395元左右。一家3口光是进个大门，1000多块钱人民币就没了。但这仅仅是收割的序幕。只要你检票入园，长隆的超级收割机就彻底满功率运转。园区里面人山人海，任何一个稍微热门的游乐项目或者动物展区，排队动辄1个小时起步。天气炎热，小孩子又哭又闹，吵着要看大熊猫，吵着要坐小火车，怎么办？长隆立刻微笑着向你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VIP 免排队手环，一个手环几百元到上千元人民币不等。只要你花钱，你就可以无视旁边苦苦排队的人群，直接走专属通道插队。为了不让小孩子受罪，为了维持父母在小孩子面前的体面，无数家长咬紧牙关扫码付款。你去看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你想喂长颈鹿吗？一根树枝上面就几片叶子，卖你人民币50元。你想喂大象吗？几根胡萝卜又是人民币几十元。你买的根本不是动物饲料，你买的是小孩子那一瞬间的开心，以及你在朋友圈发照片时的家庭和睦感。更为致命的是长隆开创的软禁式酒店消费模式。长隆在景区周边建起了极其庞大的主题酒店群，比如广州的长隆酒店、熊猫酒店，珠海的企鹅酒店、马戏酒店。普通的一个标准间，在旺季一晚上的价格随随便便1500元到2-3000元人民币起步。房间里无非就是放了几张带有卡通动物图案的床，墙上贴了点壁纸，为什么能卖到如此天价？因为长隆极其聪明地推出了各种2天1晚、3天2晚的捆绑套票，把高价酒店、各大园区门票、晚上的大马戏演出，甚至是提前半小时入园的特权，全部打包绑死在一起。各位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拖家带口，大包小包，好不容易坐飞机或者高铁来到广州或者珠海，你可能去住距离景区几十公里外，一晚200-300块钱的便宜快捷酒店吗？绝对不可能，
你折腾不起，小孩子的体力也支撑不住。为了图省事，为了小孩子早上能在餐厅里隔着玻璃看着企鹅吃早餐，你一定会乖乖预定长隆的园区专属酒店。只要你住进去了，你就像被软禁在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围城里。园区里面所有的餐饮、购物、娱乐，价格全部是外面大城市的2-3倍。去白虎餐厅吃顿自助餐，一家3口大几百上千块钱没了。晚上去看一场号称国际水准的大马戏，普通座位的门票又要好几百元一张。一家3口在长隆玩上3天2晚，1万块钱人民币绝对是起步价。长隆2大度假区每年的总游客接待量超过3000万人次。整个长隆集团每年的营业收入，业内保守估计在150亿到200亿人民币之间，折合下来，每天有4-5千万人民币从无数中国父母的银行卡里划拉到长隆的账户上。长隆精准地吃透了当代父母的补偿心理。平时夫妻俩疯狂加班打工，没时间陪伴小孩，好不容易碰上节假日出来度个假，只要小孩不哭闹，只要全家能享受高品质的服务，再贵也只能咬牙买单。长隆赚的根本不是看动物的钱，他赚的是中产阶级无法排解的家庭亲子焦虑。他把一个简单的动物园做成了密不透风的度假内循环，把游客的每一分旅游预算都榨取得干干净净。这台吸金巨兽排在第4名，谁敢不服？好，各位，真正的重头戏终于要来了。深呼吸。接下来的前3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是把人类的心理学、经济学和国家政策红利玩到了登峰造极、匪夷所思地步的终极怪物。这前3名，任何一家的年收入都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级别的恐怖存在。他们赚的钱已经不能叫赚钱了，那叫虹吸。我们下一期将彻底撕开这前3名的底牌，让你看看什么是剥削时间的资本魔法，什么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免税陷阱，以及什么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文化图腾。点赞关注，我们直接揭晓前3名。前面7个地方，无论他们怎么翻云覆雨，归根结底还是在传统的旅游框架里打转，卖山水，卖文化，卖房间，卖演出。但是接下来的中国最赚钱景点前3名将彻底击碎常人的所有认知。他们早就不是风景名胜了，他们一个是剥削时间的资本魔法，一个是利用人性贪婪的政策陷阱，还有一个是拥有绝对统治力的中华文化最高图腾。他们每年的真实流水都是几百亿甚至千亿级别的恐怖数字。在他们面前，前面几位只能算作刚刚入门的徒弟。请大家端正坐姿，全神贯注，我们直接扒开第3名的底裤。第3名，上海迪士尼乐园。如果你依然觉得带全家人去上海迪士尼是为了寻找童话、寻找快乐、守护纯真的，那你真的太天真，太好骗了。在这个地球上，绝对没有任何一台商业机器比迪士尼更精于算计，更懂阶层划分，更懂如何把人类的情绪转化为冷冰冰的财务报表。上海迪士尼开业至今，
不仅早就收回了几百亿人民币的巨大投资成本，而且常年保持着极其恐怖的暴利状态。我们来看让人窒息的数据。上海迪士尼的基础大门票实行极其复杂的多级票价制度，平日票是人民币475元，高峰日直接飙升到人民币799元。每年上海迪士尼的游客接待量稳稳突破1300万到1500万人次。光是门票一项，一年就是70-80亿人民币的现金流。整个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每年的总营业收入轻松突破150亿人民币。折合下来，这个所谓的童话世界，每天睁开眼睛就有4000多万人民币的真金白银落袋。他是怎么做到每天吸金4000多万的？核心大招就5个字：时间货币化。各位好好体会一下这个词。你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张普通门票，你以为你拥有了整个乐园。进去之后你才发现，门票仅仅是一张进入高压消费场的最低级入场券。你想玩飞越地平线，排队2个半小时。你想玩创极速光轮，排队2个小时。一天下来，你微信步数2万步，双腿走得快要断掉，顶多只能玩4个项目。这时候你崩溃了，太阳极其毒辣，小孩在旁边大哭大闹。就在你极其绝望的时候，迪士尼立刻微笑着给你递上了一个极其昂贵的解决方案——尊享卡。你只要再额外支付人民币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购买尊享卡套餐，你马上就可以走专属通道。你看着旁边排了2个小时、汗流浃背的普通游客，你大摇大摆地直接走进去，5分钟玩完。各位看明白其中的冷血逻辑了吗？迪士尼人为地制造了极度的拥挤和稀缺，然后再把你本来就该享受的游玩体验单独切割出来，卖给你高昂的价格。在这个乐园里，有钱人花钱买时间，普通人花时间陪跑。他把人类社会最残酷的阶层规则包装在米老鼠和唐老鸭的虚伪笑脸之下。除了倒卖时间，迪士尼还是全中国最强大的塑料布料印钞机。大家都知道那只粉色的小狐狸叫玲娜本。你知道这只连一部动画片都没拍过的小狐狸，一年能给迪士尼赚多少钱吗？一个制造成本可能只有20-30块人民币的普通毛绒玩具，在乐园里堂而皇之的卖到200-300元人民币，甚至被黄牛疯狂炒作到2-3千元。无数成年女性为了买一个毛绒玩具，在上海冬天的寒风中排队4-5个小时。为什么？因为迪士尼贩卖的是情绪价值，它为在高压社会中苦苦挣扎的成年人提供了一个短暂逃避现实的庇护所。只要你戴上那个米奇耳朵的头箍，你就不再是那个天天被老板痛骂、天天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打工人，你是公主。为了维持这个虚幻的公主梦，乐园里人民币80元一个的火鸡腿你觉得很香，人民币150元一份的冷饭快餐你觉得理所应当。迪士尼利用全球最顶级的知识产权垄断，
把极低成本的工业衍生品卖出了奢侈品的天价。它根本不是一个游乐园，它是一个用童话对普通人进行精神洗脑的超级零售商场。每天4000万人民币的流水让它稳坐第3名。接下来第2名，这个地方你绝对想不到，因为它甚至连一棵几百年的古树都没有，连一座像样的历史建筑都没有。但它在整个中国旅游圈的吸金能力，足以让所有名山大川跪在地上叫祖宗。第2名，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别的风景区是用绝美的山水吸引你，然后顺便卖点东西给你。三亚免税城是直接把买东西这件事情本身变成了你大老远飞去海南旅游的唯一目的。去过三亚海棠湾那个巨大海棠花形状建筑的人，都会被里面的疯狂场面深深震撼。那根本不是什么高端商场，那简直就是一个不要钱的超级大菜市场。无数拿着高薪的中产阶级，甚至是身价千万的老板娘，在古驰、海蓝之谜、香奈儿、雅诗兰黛的柜台前面，像抢打折大白菜一样排着长长的人海队伍。我们来看一组令人头晕目眩的财务数据。2024年、2025年以及刚刚过去的2026年春节，三亚免税城的年销售额全部都是几百亿级别的。整个海南离岛免税一年的总销售额逼近500亿人民币。三亚免税城占据了绝对的大头，一年卖出300-400亿人民币。折合下来，这个超级大卖场每天的营业额高达惊人的1亿多人民币，每天1个亿，进账速度如同黄河决堤。这里没有门票，门票是0元，但它拔毛的力度比任何收门票的景区都要狠1万倍。他是怎么做到把一个理智的成年人变成一台疯狂刷卡的购物机器的？答案是利用政策红利，制造绝对的价格套利，彻底引爆人性的贪婪。只要你买了离开海南的机票或者船票，你每个人每年就有高达人民币10万元的免税额度。在免税城里，一套高档化妆品可能比你在内地大型商场专柜买便宜大几百甚至上千元人民币。一块高端名表能便宜好几千元。这个时候，人性中最致命的弱点——沉没成本加上贪便宜心理就被彻底引爆了。一种叫做不买就是亏本的强烈情绪，会瞬间控制所有人的大脑。各位想一想那个极其荒谬的心理账户：你花了人民币3000元的机票飞到三亚，你住了人民币2000元1晚的海景房。你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你心里想的绝对不是大海有多蓝，椰子树有多美，而是我怎么才能把付出的机票和住宿钱给赚回来。怎么赚？去免税城疯狂买免税品。你本来根本不需要那款1万多块钱的包，你家里的3瓶高档面霜根本用不完。但是为了每年10万块钱的免税额度不能浪费，为了向全天下证明自己这趟三亚没白来，你硬生生在柜台前刷爆了信用卡。
你觉得买一套3000块的护肤品省了500元，买个2万块的包省了2000元，买的越多，你就赚得越多。你以为你在薅政策的羊毛，结果是你不仅把省下来的钱全部交了出去，还超额透支了未来半年的消费预算。在那个巨大的建筑里，没有任何自然风景，没有任何文化底蕴，只有纯粹的令人窒息的消费狂欢。他披着旅游度假的光鲜外衣，做着中国最暴利的垄断搬运工生意。不需要见过山车，不需要挖空心思请演员表演，就把全世界的高级品牌集中摆在那里，然后打开国家政策的巨大闸门，看着无数游客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排队送钱。这种降维打击让三亚免税城每天狂吸1个亿，稳坐第2把交椅。好，各位，万众瞩目的第1名终于来了。前面9个地方，无论他们一年赚几十亿还是几百亿，无论他们的手腕有多么高明，他们依然是有天花板的商业机构。但是排在第1位的这位，他的境界已经彻底超越了具体的金钱、门票和商品。他卖的是什么？是终极的文化霸权，是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最高图腾。第1名，北京故宫。听到故宫排在最赚钱的第1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绝对不信。一张门票才多少钱？故宫旺季门票仅仅只有人民币60元，淡季甚至只要人民币40元。比起长隆的300多，迪士尼的700-800，张家界动辄2-3千的连环套，故宫的票价简直是做慈善。而且，为了保护这座无与伦比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故宫实行了极其严格的限流措施。目前每天的游客接待上限死控制在4万人左右，一年满打满算，接待游客量也就维持在1200万到1500万人次之间。算一笔账，1000多万人次乘以60元的平均票价，一年的纯门票收入大约在8亿到10亿人民币之间。单看门票收入，连前面几个景区的零头都比不上。但是，如果你只用门票来衡量故宫的吸金能力，那你的格局就真的太小了。故宫代表着中国文旅产业最顶级的存在形式，无限衍生的超级知识产权。故宫根本不需要靠那60块钱的门票赚钱，那60块钱是国家给全国老百姓的文化福利。故宫真正恐怖的变现渠道，是它在全球华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绝对地位，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庞大商业帝国。首先是文创产业。早在大几年前，故宫文创一年的销售额就已经极其轻松地突破了15亿人民币。现在加上各种联名、各种授权，这个数字早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从几百块钱的口红，到几千块钱的文玩复刻，再到无数品牌排着队送钱，只求能印上故宫的标志。故宫的一个印章，一个己寿，拿出来就能瞬间秒杀任何商业品牌的营销。其次，故宫拥有全中国最无解的流量虹吸效应，它本身就是整个北京旅游产业链的绝对核心引擎。你只要去北京，你可以不爬长城，你可以不吃烤鸭，但你绝对不可能不去故宫。
全中国14亿人，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个极其朴素的愿望，这辈子总要去一趟天安门，总要进一次紫禁城。他完全不需要打广告，他不需要像宋城那样天天培训演员，不需要像乌镇那样去买断谁的产权。几百年的皇家底蕴，600年的风风雨雨，让他拥有了降维打击一切景点的文化统治力。故宫的真实价值无法用每天赚几百万还是几千万来衡量，它带动了整个北京每年上万亿的旅游相关产业，它统治了中国文化输出的最高点。只要紫禁城里的琉璃瓦还在闪耀，只要太和殿前的广场还在，它就是中国旅游界永远无法被超越、永远不可一世的绝对帝王，排在第一，无可争议。各位朋友，这10个最赚钱的旅游景点，我们终于全部分解完毕。看完这个影片，你此刻的感受如何？你曾经以为的诗和远方，你曾经向往的名山大川，在资本的显微镜下，全部都是一张张经过精密计算的财务报表。旅游在大多数时候根本不是逃离现代生活的高压，而是你主动走进另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高压榨取机器里。但是我也想告诉各位，看透了这些商业逻辑，并不是为了让你以后再也不去旅游，而是让你在以后出门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份极其清醒的大脑。该花的钱大大方方的花，那是为家人的笑容买单，为自己的见识买单。但不该交的智商税，不该被煽动起来的盲目消费，你能够一眼看穿他们的套路，捂紧自己的钱包。看透世界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并且不被资本随意收割，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清醒的成年人应有的智慧。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